为啥乌克兰难民都准备去德国？因为俄罗斯和乌克兰冲突的原因，德国那边现在已经开始接受难民了。为什么现在会出现这么多难民呢？他们除了德国，还要去哪一些地方呢？还有我们德国那边的人怎么看这个事情呢？今天我们就来讨论一下这个不那么愉快的事情。开始之前，我想问你们一个问题：如果说中国这边附近发生了一个冲突，有一些人想来中国这边当难民，你们会接受吗？你们会欢迎吗？评论区里面给我说一下为什么会或者不会。Marky 是我的名字，我就在四川成都。没有看过我的视频的朋友们，新的朋友们，我觉得也到时间了，该认识一下了。欢迎来看一下今天这一期视频。那么难民这个事儿不是一个很愉快的事情，但是确实也很重要，也确实影响到全世界的情况。所以说，如果你们准备好了，我们就直接开始今天的分享。朋友们，我又来了。这两天全世界上好消息并不多，但是有一个好消息，那就是中国这边很多地方，包括说成都这边，可以算是冬天结束了，现在已经到春天了，然后现在的天气和温度也终于上来了。今天成都的太阳要休息一下。虽然说成都这边今天没有太阳，但是前几天已经非常不错了，而且这两天的温度一直都非常好，最低15度。下周我看天气预报，可能都可以到达25度，太舒服了吧？今天上午Marky忙了一会儿，然后已经把今天的运动的任务完成了，吃了一个美味的午饭，然后现在已经到下午了。待会儿再准备喝一杯下午咖啡。难民这个事情，全球所有的国家都有可能会出现，会发生。那么这一次，因为俄罗斯和乌克兰之间的一个冲突，他们就出现了在乌克兰，包括说在很多周边的国家，包括说在我们欧洲那边，在德国那边。那么上次 Marky 也做过一个视频，在里面给你们解释了一下这个冲突是怎么来的，原因是什么。如果说你们还没有看这个视频的话，那你们赶紧的先去了解一下这个事情的背景是什么。我们可以看到乌克兰那边已经很多地方、很多场地、很多房子已经全部弄坏，很多人、很多正常人、普通人受到非常大的一个影响、损失和伤害。100万人，相当于我们德国那边的一个大城市。这么多人已经从这个俄罗斯和乌克兰中间的冲突开始，就是7天的时间，这么多人已经从乌克兰那边跑出来了，跑到其他的更安全的地方去了。也相当于说，明天我们德国那边一个整个城市的人口就说我们走了，拜拜了，我们去其他国家生活了，什么概念啊？那么我想我们先看一下乌克兰和周边的国家的难民现在是一个什么样的情况。我们可以看到乌克兰那边在路上已经有很多人，而且所有的交通工具都是满了，都是全是人，非常多的人都想跑出去，都想跑到别的国家去看哪里更安全一点。而且他们如果要跑出来的话，也是非常的辛苦，因为又贵又很危险，路上又很冷，他们还要带上他们的老年人，要带上他们的孩子，还要带上一些吃的，他们所有的东西都要带上，非常的辛苦。那么我们看到，不仅是有很多乌克兰那边本地人想跑出去，也有非常多在乌克兰那边工作的非洲的、亚洲的、欧洲其他的国家的留学生，还有在那边工作的、上班的，非常多的外国人
现在也在努力的跑出去，跑到自己的一个国家里面。那么为什么他们要跑呢？为什么他们要走？为什么放弃自己的一个国家？这个是一个非常简单的问题，因为现在在乌克兰那边过的每一天都有非常大的一个风险，很多很基本的东西，吃的、喝的、安全、住的，或者说有一些温暖的地方，他们现在都没有。那肯定很多人都会选择走去一些更安全、更好一点的地方。那么刚才这个视频中，我们也看到，大部分的人都是老年人、女生还有孩子，因为乌克兰那边限制他们的男生出国，就是18岁到60岁的男生，他们现在不能出国，他们必须要留在自己的国家去保护他。那么这么多难民，他们都去哪儿啊？他们都去一些比较附近的周边的国家，比如说波兰，还有罗马尼亚，还有匈牙利，还有摩尔多瓦。这种国家离乌克兰那边的边境离得非常近，所以大部分的人都要去这几个地方。但是在历史中，德国也是一个非常欢迎、非常接受难民的一个国家，所以很多比较条件比较好的乌克兰人，他们就选择去我们德国那边。确实，在历史中，我们德国那边比较欢迎、比较接受这种难民。我觉得上次就是在叙利亚那边也有一个这样的冲突，一个这样的矛盾的一个情况。然后那个时候也有非常多那边的叙利亚人来到我们德国这边。那么这一次，说实话，这个情况还有一点点不一样。上一次可能很多人认为叙利亚是一个离我们德国非常远的地方，他们过来很麻烦、很辛苦，而且他们语言、文化都不同。这一次来自乌克兰那边的难民，在大部分的德国人的眼中非常受欢迎，他们觉得他们是我们欧洲的，他们的文化也差不多，他们英语都一般比较好，所以说非常希望、非常欢迎他们过来。包括我前2天看到一个非常有意思的消息，就是说只要你是乌克兰那边的难民，你过来在德国这边，不管想去哪里，所有的公共交通工具都是免费的，坐火车、坐公交车都是给你免费的。那么当然也不是所有的人，不是100%的德国人都支持这个事情，都欢迎他们。但是这一次我还是感觉大部分的人比较欢迎。但是我的中国朋友们，这个事情怎么看呢？你们觉得德国去欢迎、去接受这些难民是一个好的事情吗？或者说你们觉得不应该接受，让他们自己想办法，自己看着办？你们在评论里面跟我说一下，你们对这个问题的看法是什么？今天 Marky 的这个比较严肃一点的分享马上要结束了，非常希望你们觉得今天的这个话题有点意思，非常希望可以得到你们的一个反馈，你们觉得德国这么做怎么样？那如果你觉得今天 Marky 的这个分享还有点意思，视频也拍得还不错的话，那就稍微支持一下 Marky， 点个赞呗，关注一下我，谢谢我的朋友们。在下一期视频 ，Marky 又要来一个很有意思的分享，所以说下一期视频一定不要错过。下一期视频见，我的朋友们。